天文21年，也就是1552年4月17日，织田信长接替其父织田信秀，成为织田家那古野之族的族长后，迎来了他自己的第一场战役——三之山赤冢之战。信长当时是在尾张国，也就是现在的爱知县西部。他是前代家主织田信秀的次子，也有说是三子，但因为是嫡长子，所以由他继承了家督。在信长的少年时代，尾张名义上的统治者是守护的师波氏，但是师波氏当时被守护代的织田氏取代的历史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而织田氏的族长是织田达胜，他也是青州城的城主。信长的父亲织田信秀是被称为青州三凤行的织田氏三个豪强之族之一，他对战争和商业都很有天赋，而且雄心勃勃，所以势力发展得很快。织田氏的权柄也正在从织田达胜这一支逐渐被织田信秀这一支取代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当时尾张国一带正在同时发生老二对老大和老三对老二两个下克上事件。而织田信秀之所以能扩张领土和兵力，是因为他很有钱，而他之所以很有钱，是因为他掌握着名古屋城当地的商业重镇热田，而他能掌握热田，又是因为信长的祖父织田信定以前是负责整个织田家的行商和预算活动的，后来他们一族得到提拔时，自然而然的就获得了专营权。在这种情况下，织田信秀分别与北面美浓国的实力派斋藤道三，以及东面骏河国的实力派金川义元频繁的交战。最出名的战斗有小豆坂之战、井之口之战、加纳口之战。信秀经常是主动进攻方，然后惨败结束，突出一个人菜瘾大。不过因为信秀外交出色，整体来说他的势力扩张非常的迅猛。1549年开始，织田信秀集中精力处理织田氏内部的派系斗争，同时为他的儿子织田信长和斋藤道三的女儿隆基安排婚事，与美浓的战争自然而然也就结束了。将来信长可以集中精力对付金川家。这时信长16岁，2年之后，也就是1551年3月，信秀去世。信长以嫡长子和指定继承人双重 buff 继承那古野织田家。但正如众所周知的，此时的信长正处于被周围人称为尾张大傻瓜的尚未发挥才能的时期。即使是他的盟友、家臣、有力的长辈们，都在怀疑他将来的作为。很多人的想法都是，侍奉他这样一个迟早要完的主公，完全是看不到未来的，不如另谋出路。忠诚度高一点的，就转而拥立别的织田信定的更可靠的后代，比如织田信行；忠诚度低的，就直接转投别的敌对大名了，比如被信秀封为明海城城主的山口教纪，就果断带着明海城投降了金川家。据说山口家族原本是山口县大内氏的一支，但在某个难以考证的时期，他们家族有人来到了尾张，并在一个小地方形成了自己的势力，然后被织田氏收编，用他们故乡的名字给他们取了姓氏山口。山口教纪后来成了信秀的附庸，并且因为勇猛得到了信秀的信任，尤其在小豆坂之战中功勋卓著。信秀把明海城这个与主要假想敌交界处的重要城池委任给教纪，也证明了信秀对他的信任所言不虚。然而在信秀死后，教纪下定决心转换到更有希望的金川家阵营，他命令自己的儿子山口教吉守明海城，并且在立寺等要害地区修建防御性工事。之后，金川家的冈部元信等人来到明海城，接受山口教吉的指挥，扩充明海城兵力。为了以防万一，教纪还在中村修筑了陇屋，以备战时之需。信长看到这种情况，亲自率领一支约800人的军队从那古野城出发，转移到中根村驻扎，并从这里开始向小明海入侵。首先，他们登上了当地的高地三之山。天文21年4月17日，当时信长年仅19岁。虽然说他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跟随织田信秀的第一场战斗经验，但这次才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有参与权的战役。更重要的是，现在他是没有太上皇的真正的家督，他必须承担战斗的结果和一切责任。显然，这才是他作为一个战国势力的真正第一战，这就是三之山赤冢之战。他的对手驻守明海城的山口教吉，这一年也仅仅比他年长1岁，相当的青年才俊。在山口家投降金川家的短短时间里，教吉就已经建立起了在金川家臣中的支持网络，使得金川议员决定将来重用他。作为对信长带兵挑衅的回应，教吉也率领一支1500人的部队离开了明海城，在城北大约1.5公里的位置驻扎。对信长的部队而言，教吉的部队是在三之山以东的大约1.5公里位置。信长从三之山顶看到了山口部队的情况，派内藤胜介和荒川与十郎率领先遣队向赤冢进发。当先锋部队距离只剩下10米左右的时候，双方同时开始放箭，随后发生了短暂的远程战斗。
荒川与十郎下腹部中箭，伤口极深，随即落马，战斗不能。山口军士兵见状，想要取得他的首级，有人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拖走，有人则打算取走他的剑柄。不过信长方士兵也奋力争夺，最后羽十郎并没有被砍去首级。战斗从上午10点左右正式开始，到中午时分已经完全变成打群架，人们互相殴打，被打退，然后又重新发起进攻，不断的重复。然而由于战斗双方距离实在太近，他们都无法取走已经杀死了对方士兵的首级。战斗被拉开之后，双方又隔着战场7、8米对峙了几个小时。最终当天的战斗没有任何结果。信长方面的记录说，双方均阵亡了30人左右。由于双方原本基本都互相认识，战后的交换俘虏和战利品进行的毫无策略可言，双方都无法欺骗对方，老老实实的完成了战后清算。日后令人闻风丧胆的大魔王织田信长，第一场战斗就这样平平无奇的以平局结束了，甚至可以说打得根本不像一场战役。而且原本这就是织田家的家臣带着自己的封地投敌的故事，信长作为主君讨伐叛逆，本应该是进攻方，而既然战斗结果是平局，那么战略上就是信长战败了呗。之后信长为自己挽尊说，真不愧是深受父亲所期待的山口教纪，成为对手之后果然难缠。其实他的对手明明是山口教纪的儿子山口教吉。虽然不知道年轻的信长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颜面还是真心称赞，但他都不幸言中了。成为对手之后的山口教纪果然很难缠。这场战斗之后没过多久，教纪就通过计谋和外交操作，成功取得了大高城和踏挂城，成为了尾张和山河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而对信长而言，这就要了亲命了。本来靠近山河边界的最重要的防御据点就是这3座城，这下反而成了金川义元将来要进攻尾张时的桥头堡。为了抵冲其影响，信长围着3座城一次性修建了丹下、善造市、中岛、雾津、丸根5座防御性据点。然而不久之后，冈部元信被金川义元任命为明海城代，正式取代山口教纪成为明海城的主人。大高城和踏挂城实际上的控制者也被换成了金川家的旧家臣。原本金川义元是打算给山口教纪和山口教吉父子委以重任，但是2人前往骏河接受封赏的旅程，却是以2人被义元命令切腹为结局。关于金川义元和山口教纪关系急剧转折的原因，现在仍没有定论，主流有2种说法。一种是信长的阴谋成功，使得金川义元认为山口教纪乃是织田家送往金川家的苦肉计，最终2人百口莫辩，被处以死刑。另一说是认为2人在骏河时被信长派的人暗杀，金川义元为了安定前方军心，假称发现山口教纪图谋叛变，已经命令其切腹自杀。至于金川义元为了让更可靠的家臣控制3座重要城池而故意除掉山口家的说法，基本属于野史范畴，也与后来的实际历史发展不符。然后上冈庄八的小说他又兼采2说，还写了一段信长亲自带人去山河造谣和暗杀的刺激剧情，甚至还给了斋藤家一部分戏份，演绎的相当出色。总之，三冈庄八版的日本战国小说是真的很适合零基础入门，不仅跟在网上看各种老说法的反复洗稿内容比起来，对树立正确的方向感大大有利。而且其小说本身也比大多数的网上碎片化信息和农场文更精彩有趣。关于山口教纪父子切腹事件发生的时间的说法，目前还很不可靠。一说是发生在三之山赤冢之战后的天文22年，另一说是发生在统辖间之战前的永禄3年。总之就是神秘而可悲的结局。毕竟山口教纪这张开局卡本来就是一脸大人物的设定吧，天文年间就获得了织田信长和金川义元肯定的男人，不输松平家的过度势力。无论是在织田家的家臣团还是金川家的家臣团中，受重视程度都名列前茅。儿子山口教吉也是年仅20岁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幕僚团。就这样的开局，跟着混年功序列，将来都很有可能要封10万担往上的。但是历史就是给了他这样一个结局，谁也不能知道他的真正潜力，反而成了一个籍籍无名的历史小人物。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啊，真的是不可预料。历史也是充满了突然变故，总有些人什么也没有做错，但就是输了。也总有些人随波逐流，想要躲在所谓的大多数的后面，却被历史单拎出来。即使是到了1911年年初，黎元洪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民国早期最有议会号召力的人物之一吧。他可能甚至都想不到清廷撑不过这一年。这是读历史非常有趣的地方。这样的经历可遇不可求，我们却能从历史人物的故事中感同身受，但这要求爱好者不满足于故事的大概和脸谱化的人物理解，而需要在此基础上更多的收集不同的信息，组合出更有人格的可能性。如果喜欢这样的故事，记得关注我，了解更多有细节有温度的历史。这里是巫女花散里，一个演绎历史传奇的频道。下次我们接着说统辖间之战和围绕被山口策反的3座城池织田家与金川家的博弈。